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，今天带来是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的未来》第7季第4集。听说水族馆引进了一只不咬人的水獭，大家决定去一看究竟。来到这里，只见31世纪的水族馆已经不需要玻璃了，小孩子再也找不到地方把酸奶抹上去，这么神奇，弗莱决定去亲自感受一下。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21世纪人类。侏罗纪馆里，一只恐龙在水里扑腾，这么奇葩的场景，当然要来张合照了。大家很不情愿地站成一排，这一点倒是跟21世纪的人一样。班德磨磨唧唧，一会儿弄三脚架，一会儿选镜头，还要调光圈、快门速度，一番折腾，太阳都要下山了。众人非常不满。赫米斯说：“现在谁还用数码相机呀？都用美照秀秀了。”班德表示：“只有数码相机才能有老胶卷那种温暖的颗粒质感。虽然现在没有能冲洗照片的地方，但是我的身体里还留着最后一件暗房。”这时弗莱说：“小黄来了。”班德立马飞奔过去。小黄可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演员，今天早上才刚看过他演的肥皂剧。他想要给小黄拍照，小黄表示没问题，今早我刚喷过漆，不过要快一点，我还想跟剧中的家人好好玩玩。在班德连续拍了几十张照片后，小黄终于不耐烦，带着家人走掉了。但班德并不甘心，依然紧紧跟随，对着他不停的拍照，还开着闪光灯，害得深海鱼儿全部都 over 了。这哪里是影迷，根本就是私生饭。无论小黄走到哪里，班德都能找到他，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工作了，还怎么享受电影公司要求的家庭时间啊？只能选择休假。心满意足的班德带着照片满载而归。约翰说他的照片就跟明星八卦杂志里的一样好，班德这种人才就应该去好莱坞的美国杂志编辑部。班德表示：“我才不会花时间在这种蠢事上呢。”结果很快就被打脸。杂志编辑部主编对他给小黄拍的照片非常满意，建议他去当狗仔。班德表示：“狗仔都是浮云，有没有钱才是最重要的。”主编表示：“我们又不是黑心老板，当然会付钱给你。”一提有钱，班德很快就同意当狗仔，接连拍下了许多爆炸性的照片。一天，他拿着照片回到星际公司，约翰正在看一部关于世界上最优秀的演员纪录片。班德以为是小黄，拿出照片就揭露他阴暗的一面，结果不是，而是一个永远套着袋子的男演员安迪。他获过7次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和2次最佳女演员奖，却从来没有把袋子拿下来过。套着袋子演戏还能获奖，这奖项真是够水的。虽然说有的女演员演技也不咋地，但是人家至少不套袋子，正大光明的辣观众的眼，因为看不到脸，她反倒成了好莱坞最著名的一张脸。所以说长相并不能决定演技啊。作为一名合格的狗仔，班德决定成为拍下安迪阵容的第一人。主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他家房子周围可是设有50英尺高的立场防御。班德却偏不信这个邪，他买了一架60英尺高的梯子，成功进入院子。谁知又来了一条看门狗，他拼命的逃跑，爬到房子上面才躲过一劫。最后他藏进火炉，成功拍下安迪不套袋子的照片。安迪要求他销毁照片，否则会引起严重的后果。班德说，唯一严重的后果就是我的账户上会多一笔钱。为了让他永远不把那张照片给人看，安迪给了班德一大笔钱，而班德看在钱的份上，也向他保证一定会把照片给别人看的。嘿，弗莱，想看张照片吗？好啊。长得再丑也不至于这样吧，太夸张了。班德又把照片给艾米看，结果他也这样了。都说好事不过3，如果第3个人看了还是这样，他就相信安迪说的话。事实证明，生命体看了他的照片真的会有严重后果。班德又让约翰看照片，幸好被教授及时阻止。他觉得安迪一定是来自小泡发属6星，那里是量子第一人的故乡，他们是以注意力为生的寄生虫，以猎物的喝彩为食，向第一人投去注意力的人，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喂养他们。人们只要看他们一眼，就算是照片也会被吸走灵魂，成为一具软空壳，而机器人没有灵魂，所以不会有事儿。看着被吸干的3人，他们决定拿回灵魂。院子里的看门狗就是被安迪吸走灵魂组成的。莉拉觉得这很简单，就是逗一条狗嘛。教授却觉得这不是易事儿。约翰说，世界表演锦标赛将于今晚在好莱坞举行，比赛是小黄对上安迪，如果帮小黄获胜，不就能打败安迪了吗？他们来到小黄的化妆间，小黄虽然很讨厌班德这个私生饭，但他更恨安迪，因为安迪一直在赢他，这让他非常不爽。为了赢得比赛，小黄决定假戏真做，喝下食用色素，这可是目前对机器人毒性最大的物质。锦标赛上，莉拉和班德负责监控安迪，而约翰和教授负责让睡觉的看门狗领盒饭，一切都天衣无缝。小黄也在最后喝下了毒药，看门狗开始缩小，教授却迟迟开不了枪，因为这个枪还需要15分钟的预热。终于，看门狗醒了，并且变得越来越大。原来小黄并没能阻止安迪得冠军。看门狗抓着教授和约翰来到了颁奖现场，安迪亲切地称他为小可
可爱。班德正准备用相机记录下这恶心的一幕，突然灵光乍现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安迪自己也是生命体，给他看一下自己的照片，不就能解决他了吗？教授却说那张照片已经被他撕掉了，数码照片一旦删除就不可能恢复了。但好在班德用的是相机，还有胶片，可以重新洗一张。班德进入暗门洗照片，莉拉为了给他争取到更多的时间，与看门狗搏斗，结果也被抓走了。班德还在磨磨唧唧，一直洗不出满意的照片。安迪开始和三人唠起了嗑，在他们被吸干灵魂，看门狗又变大后，班德终于洗好了照片，他拿给安迪看，安迪却说这招对他不管用，还拿着照片一个劲的欣赏。背后的看门狗越来越大，最后竟然自爆了，灵魂都跑了出来，人们终于恢复了原样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当然得来张合照了。与上次不同的是，这次大家都很开心。班德拿出相机，终于不再墨迹，爽快地按下快门，结果是一张自拍。拍照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，它是美好生活的记录，更是珍贵的回忆。以前只能用相机拍照，有了手机后，更多的年轻人都会选择用手机拍，因为它不仅能拍出完美的照片，而且还能美颜、P 图，既方便又快捷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好像越来越不爱拍照。如果不是很好看的照片，宁愿删掉，也不想占内存。每次发朋友圈都会选自己的精修照，这是不是失去了照片本来的意义？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照片，还能算得上是回忆吗？老胶片能带来温暖，手机只能带来娱乐。其实它就像安迪一样，靠我们的注意力为食。当你走路也在玩手机，吃饭也在玩手机，甚至上个厕所都要带着手机的时候，你有想过吗？你已经被它吸走了灵魂，只剩下一具躯壳，本应该是它的主人，却不小心成了它的奴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和关注。我是唐尼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